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香港金融科技周与新加坡金融科技节双双迎来10周年。香港金融科技周于11月3日至7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，主题为塑造金融科技新时代 Curating the New Fintech Era。 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于今年11月12日至14日在新加坡博览中心举行，主题为未来10年金融的科技蓝图 Technology Blueprint for the Next Decade of Finance。 如果你以为香港金融科技周和新加坡金融科技节只是2个展会比规模拼人气，那你可能低估了这场持续10年的较量。这不仅是一场活动之争，而是谁能制定未来金融科技规则的博弈。无论是活动规模、技术导向，还是未来战略，这场10年角力不仅决定亚洲金融科技版图，更可能影响整个行业的未来走向。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今年的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主题直指未来10年，聚焦 AI 与金融融合、资产代币化、量子金融、稳定币、全球监管等前沿议题。它的目标很明确，打造全球金融科技生态的标准制定中心。而香港的焦点更多放在如何把科技嵌入传统金融产业，例如银行、保险、跨境贸易、人民币结算等，更强调怎么提高效率，怎么服务现实金融系统。新加坡希望打造一个链接全球的金融科技枢纽，而香港更像是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桥头堡。新加坡金融科技节邀请了超过100个国家参会，讨论的话题跨越 AI 金融、绿色金融、数字资产、监管到量子技术，其核心是搭建一个世界共用的实验场与规则实验室。香港则侧重于大湾区协同人民币国际化、跨境支付体系等，强调金融资源整合与服务中国市场的能力。它的定位依然稳固，但更偏向资本入口和区域功能性平台。那么新加坡到底赢在哪儿？第一，监管灵活且敢于试验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早推出项目如 Project Guardian、 数字支付牌照制度、代币化资产监管沙盒等，让全球科技公司与金融机构能真实落地测试。而香港直到今年才开始稳定币发牌机制，还要在中国监管框架下运作速度稍慢一步。第二，商业对接效率极高。 SFF 的 Meetup 平台在2023年促成了1万多场1对1商业会谈，今年预计达到2万场，是全球最大规模的金融科技对接系统。这对初创企业投资人和金融机构来说，是极具吸引力的商业撮合机器。第三，科技巨头与资本深度绑定。新加坡把 Google、Microsoft、Visa、Temasek、新加坡星展银行等全球巨头拉入生态一体运作，形成强大的技术加资本加监管铁三角。香港则更依赖中资银行与大湾区企业网络，也正因此越来越多全球创新项目选择在新加坡首发而非香港。新加坡并不会公开说要超过香港，但内心清楚，这是场关于金融话语权与制度主导权的竞争。谁制定稳定币监管标准，谁掌握跨境支付规则，谁率先搭建数字资产清算体系，谁就有机会成为未来全球金融的操作系统。但与此同时，新加坡也非常清楚，两地不是零和关系，而是可以互补。香港连接中国，离岸人民币与北上资金是资本流入口；新加坡连接东盟、印度、中东与全球基金，是规则与技术输出地。未来两地在绿色金融、碳交易平台、数码货币、跨境支付等领域，很可能从竞争转向合作，共同构建亚洲的金融科技生态。所以新加坡对香港的态度并不是敌对，而是既要比速度，也要找机会一起做大市场。香港手握资本人民币与中国市场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桥梁。新加坡善于制定规则，搭建全球平台，吸引新技术，是引领未来变革的系统架构师。
不得不承认，在活动规模、创新技术话题的吸引力以及全球化的影响力上，新加坡确实占了上风。它不仅拥有更强的国际市场连接力，甚至在量子 AI 等硬科技领域也领先一步。但这是否意味着香港金融科技周失去了竞争力呢？未必。香港以区域深耕为策略，依托中国市场和大湾区政策，强调实用价值。在科技应用层面，尤其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上，它有独特的优势。未来属于谁？这不仅是两地的选择题，更是关于全球地缘科技争夺的一部分。你更看好谁？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